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从全网黑到大红大紫，他为何能逆袭破圈？他曾因改装风波加戏争议被全网喊着滚出娱乐圈，却凭借一股钝感力在舆论漩涡中站稳脚跟。他以综艺咖标签破圈，最终用扎实的影视实际跻身95花一线。如今的他，既是浓颜古典美的代名词，也是真实人设的成功践行者，始终是内娱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。从网红脸争议到古香美人的重塑，你太漂亮了，不适合这个角色。这样一句看似恭维的话，却成为孟子义早年试镜时屡屡碰壁的原因。一双杏眼又大又圆，眼尾微微上挑，笑起来时眼尾会弯出好看的弧度。高挺的鼻梁让五官更显立体，搭配上饱满的唇形，不笑时自带清冷感，笑起来又多了几分娇憨。170厘米的身高搭配优越的头身比，成为行走的衣架子。这样一张近乎完美的脸庞，却一度陷入整容脸的舆论漩涡，被贴上网红脸标签，甚至有网友质疑其通过医美改造五官。面对争议，孟子义直播用透明胶贴鼻子自证，综艺中被砸到鼻子时顺势自嘲。这种不回避、不辩解的态度反而消解了质疑。如今的孟子义，淡妆时是漫画少女般的纯净，浓妆则切换为冷艳御姐。这种古典与现代的兼容性让她在同期小花中极具辨识度，形成鲜明的颜值标签。更难得的是，她的颜值始终服务于角色表达九重紫中窦昭的坚韧眼神。说英雄谁是英雄里雷纯的黑化神态，华山论剑之九阴真经中梅超风的血泪名场面，都证明颜值只是他塑造角色的工具而非全部。这种颜值为演技服务的认知，让他彻底摆脱了花瓶争议，从作精到真实的转身。孟子义的演艺之路可谓是跌宕起伏，经历了从被动卷入争议到主动掌控的演变，堪称一部完整的黑红进化史。2016年的1年级毕业季是孟子义争议的起点。在饰演小偷角色时，他和导师袁咏仪吵架的片段让他被贴上了公主病没礼貌的标签，引发不敬业耍大牌的全网声讨。此时的孟子义尚未掌握公众人物的表达边界，将直率变成了争议的导火索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的加戏风波被骂上热搜，带资进组的谣言甚嚣尘上，连带着早年擅自改装发的旧账全被翻出，甚至遭遇黑粉电话轰炸家人的极端对待，让他陷入职业生涯最低谷。这段时期的孟子义几乎成为内娱公敌，作品资源锐减，陷入无戏可拍的困境。2020年演员请就位第2季，郭敬明当众指责他擅自改装，怒吼你就是一个网红脸，使得他的黑红属性达到顶峰。尽管后续发型师澄清是因人手不足且获节目组同意，但舆论已然发酵，负面标签进一步固化。值得肯定的是，面对指责，孟子义眼中含泪却未当场崩溃，事后也未卖惨博同情。此时的他已展现出强心脏，为后续逆袭埋下伏笔。从配角镶边到扛剧女主，早期的孟子义虽参演多部热门剧，却始终处于戏红人不红的状态。2016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穆念慈，2019年《陈情令》中的温情，虽因角色引发讨论，但戏份有限且争议大于认可，未能展现真正的表演实力。此时的他更多被视为资源咖而非演员。2022年说英雄谁是英雄成为演技高光的起点。他饰演的雷纯从天真少女到复仇女神的黑化过程，被评价为展现了人性在权力博弈中的复杂善变。剧中，他通过眼神的细微变化传递角色心境，尤其是得知父亲死讯时含泪不落的哭戏，
短视频平台点赞数破70万，让观众首次意识到孟子义会演戏。2023年《花琉璃》一文中，他进一步释放喜剧天赋，烤肉不能烤单面，做人不能看表面，你在口出什么狂言美人的事，你少管等台词成为爆款，将病美人的娇弱与锋芒演绎的层次分明。2024年九重紫的播出，彻底奠定了她的扛剧地位。这部作为其首部一番大女主的作品，创下云合集均播放量4400万加，网络总播放量突破50亿的佳绩，豆瓣评分7.8分，位列年度剧集前10。她饰演的重生女主窦昭，从柔弱闺阁女子到掌权者的蜕变，通过台词轻重处理与眼神渐变完成层次塑造，角色贡献度全剧第一，更斩获抖音10大人气女性角色 TOP4。凭借这一角色，孟子义在2024年腾讯星光大赏拿下年度节目人气之星与年度闪耀艺人双奖，演技与商业价值获双重认证。如今的孟子义已成为平台与制作方的香饽饽。九重紫原班团队打造的百花杀中，她虽深陷大女主变双女主争议，仍稳居核心。新力传媒 S+ 级项目上公主中，她明确担纲一番大女主，与李云瑞二搭，合作长相思导演与梦华录造型团队，未拍已被预测为爆款，足见市场对其价值的认可。综艺名场面的真实人设。如果说影视实际是孟子义的立身之本，那么综艺表现便是他的圈粉利器。从被诟病情商低到成为综艺宝藏，他在真人秀中完成了形象的2次重塑，展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公众形象，自嘲、真实、不做作，打破了内娱的人设困局。2021年50公里桃花坞第1季中，他与郭麒麟的对话被调侃为社交灾难现场，一句我不想种树，太热了被批耍大牌，再次成为舆论靶心。但观众逐渐发现，这种口无遮拦并非恶意，而是未经修饰的真实。当其他嘉宾刻意维持完美形象时，他坦然表达懒惰与畏难，反而形成了独特的反差萌。到了第2季，他一句我成长了，上季我不想种树，这季我会说种树挺好的。能绿化环境的自我调侃，既化解了过往争议，又制造了笑点，直接让孟子义桃花坞成长了，冲上了热搜。孟子义在桃花坞的反套路表现，消解了作精标签。苏芒评价他开得起玩笑，正是对其真实个性的最佳注脚。后续季里，孟子义彻底成了桃花坞的氛围粘合剂。他会和徐志胜组甘之如饴当当铺，以笑容背道为由花式讨债，互对间满是松弛感，也会在面对规则调整时，直白说出我喜欢6或8的小执念，不掩饰对讨喜数字的偏爱。在其他综艺中，他的真实感同样贯穿始终。奔跑吧13里，玩指压板时蹲在起点补粉底，扔水球失败直接喊太难了，这些曾被诟病的镜头，如今成了圈粉细节。你好，星期六中，全程无视节奏音准，唱歌跑调，表示不懂怎么进音乐，自嘲五音不全，却被封歌王。网友辣评：孟姐是内娱唯一不受原唱版权限制的歌手，每首歌都能唱出新版本。这种摆烂式认真反而成了他在滤镜时代的杀手锏。他与陈都灵从想和美女做朋友的直白表达，到记住对方喜好的细心，展现了性格中的温暖面。他也从不刻意回避过往争议，在被问及整容质疑时大方晒出母亲照片。他有着明艳的外表，但在综艺里的行为却常常脱线，上演各种名场面，本质上是真实对人设的胜利。李雪琴说他是菩提树下一朵花，郭麒麟评价他老想耍小心眼，但老让你看出来，标上了揣着糊涂装明白的笨蛋美人新人设。在工业糖精式综艺泛滥的当下，
他的不完美反而成了稀缺品质。正如网友所言，看孟子义的综艺像看身边真实的朋友，没有距离感。95花格局的搅局者，从全网黑到万人迷，孟子义的口碑与流量转变堪称内娱奇迹。这种转变并非偶然，而是作品、个性与时机共同作用的结果，最终让他成为打乱95花格局的关键力量。流量数据的跃迁直观展现了其热度增长。2025年3月至9月，他的微博粉丝从1472万稳步增长，抖音粉丝更飙升至1541.4万，转评赞累计1.36亿，单月视频播放量超580万，热搜频次同样印证其话题度。2024年热搜数量同比增长186%。孟子义哭戏、孟子义、李云瑞三搭等话题多次破亿阅读量，商业价值随之水涨船高。九重子爆火时，4个月拿下11个代言，即便经历桃花映江山的失利，仍能迅速斩获14个重磅代言，覆盖汽车、美妆等多个领域。口碑转变的核心在于实力匹配热度。早期的争议源于流量大于实力，而如今的认可来自实力支撑流量。他主演剧集的平均豆瓣评分从 5.2 分升至 7.1 分，从被骂演技差到斩获年度品质号召力巨星，这种进步被观众看在眼里。更难得的是他的职业态度，拍上公主时被沙袋勒颈摔倒险些窒息，起身却先安慰他人，为角色增肥10斤，放下偶像包袱饰演多种类型角色，这些细节都在不断刷新公众认知。在95花赛道中，孟子义已形成独特竞争力。对比同期小花，他的影视资源、商业价值与话题度均处于领先地位。2024年曝光5部剧集，半年涨粉200万加。业内评价称，他是少有能靠自己业务逆转风评的艺人，成长性极强。他的团队也调整了策略，不再对负面传闻保持沉默。2025年6月，他们对网络上的黄谣、加戏等恶意传言发律师声明，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清白。这一举动也侧面表明了孟子义面对外界偏见的正面态度。当孟子义用10年时间从争议体变为品质巨星，证明内娱观众终究会为真实与努力投票。孟子义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坚持与成长的教科书。他曾手握黑红烂牌，却没有在舆论围剿中沉沦，而是以钝感力对抗非议，用作品打磨实力，最终完成口碑的彻底逆转。从颜值争议到风格定型，从综艺破圈到影视扛剧，他的每一步都踩在了真实与专业的平衡点上。这位95花中的搅局者用亲身经历证明，内娱从来不是完美人设的舞台，而是真实价值的赛场。观众反感的从来不是争议本身，而是缺乏实力的德不配位。追捧的也从来不是完美偶像，而是不断成长的鲜活个体。孟子义的逆袭，既是个人选择的胜利，也是行业生态走向成熟的缩影。当流量终将退去，唯有真实的个性与扎实的业务能力，才能成为穿越舆论周期的终极底气。如今的孟子义站在了新一代顶流的门槛上，未来他能否持续突破、拓宽戏路，仍需时间检验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已经用一场漂亮的逆袭，为内娱艺人的成长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。所谓传奇，不过是在争议中坚守，在质疑中精进，最终活成自己的光。正如他自己所言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说明了这个世界上哪怕所有人都不挺你，你也一定要挺自己。这句话或许正是他10年演艺生涯的最佳注脚。